每年躺赚近3000美元的好事，你不会还不知道吧？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平均的储蓄为62410美元。如果你把这笔钱放在传统的大银行的储蓄账户里，比如大通银行或者美国银行，年利率大约只有0.01%，那你一年能赚多少钱呢？6块2毛4，那真的就是每个月只有50多美分。但如果你把这笔钱放进一个高收益的储蓄账户，那一年可以赚到将近2870美元的利息，相当于每个月239美元。不需要投资，不需要冒风险，可以随时取出，只是换个账户，点几下鼠标而已。这就是切换到高收益储蓄账户 HYSA 的威力。Hello， 我是财喵，在纽约，关注我，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省心省钱，少走弯路。那到底什么是高收益储蓄账户 HYSA 呢？我们今天来好好的拆解一下高收益储蓄账户，也就是 High Yield Savings Account， 简称 HYSA。它的本质和普通储蓄账户一样，灵活安全有流动性，它不会像股票那样大起大落，但它的利率却高出普通的这种储蓄账户10倍甚至100倍以上。那为什么 HYSA 能给你这么高的利率呢？很简单， HYSA 一般是由线上的银行提供的，这些银行没有实体网点，不需要租大的办公室，养太多的员工维护分行系统，这些运营成本省下来了，那就能通过更高的利息来回馈用户，也就是你。那为什么传统的银行给不了你高利率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像大通、美国银行这些传统银行，他们有巨大的网点系统、庞大的员工团队，还有高额的广告成本管理开支，所以他宁愿把钱拿去发贷款、买债券、做投资，赚更多的钱，而不是回馈给用户。你的钱放在他们的账户里，他们只会拿去赚更多的钱，分你的只有一点点，甚至连零头都不到。我这里给你举几个2025年最新的真实例子，马上就能看出传统银行和 HYSA 高收益的差距有多夸张。像大通、国富银行这样的传统大银行，它的普通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一般在0.01%到0.05%之间。比如说美国银行的 Advantage Savings 目前的利率就是0.01%， Chase Savings 的标准 APY 现在也是0.01%，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家知名的 HYSA 高收益平台的利率水平。例如 American Express 的高收益目前提供3.5%的利率不设最低的余额要求，也没有月费。第一资本 Capital One 的 Performance Savings 也是维持在3.5%的这个水平左右。永久银行 Everbank 现在提供的是4.3%的利率， Axios Bank 则高达4.66%，支付是全美国最高的级别。现在美国的整体利率水平属于较低的状态，下行趋势明显。而在去年高点的时候，很多 HYSA 的利率都在4.5%甚至更高，可见相比于传统银行，高收益 HYSA 的这个优势始终是非常明显的。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这些提供高收益 HYSA 的银行，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呢？为啥它可以给出4.5%、5%甚至更高的年利率？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好了？是不是像假的？其实他们也在赚钱，只不过是赚钱的这个方式更加透明而已。HYSA 的提供商虽然给你高利率，但他们依然可以把你的钱拿去做低风险投资，比如放贷款、买美债等等。现在的贷款利率普遍在6%到10%之间，美债的收益也有4%到6%之间，银行给你4.5%，而他自己赚6%，中间这1.5%、2%的这个差额就是这个银行的利润，这个在金融术语里叫做净利差。而且你可能不知道 HYSA 本身也是银行用来引流获客的工具，你一旦开户，他们可能接下来会推你开信用卡、做投资、买保险，甚至用他们的日常的支票账户、借记卡 APP 等等。你以为你在薅银行的羊毛，其实银行也在培养你成为终身用户。那 HYSA 到底适合谁呢？它不是用来像你炒股票或者是瞬间发家致富的，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对抗通胀，产生稳定的利息收益，最适合用来放一些紧急备用金，比如3到6个月的生活费用，或者是短期的储蓄目标，比如准备一场婚礼准备一场旅行计划，买房的首付。你把钱放在 HYSA， 既不会贬值太快，又随时能够取出来非常灵活。那它的利息是怎么算，又是怎么发的呢？我们先看 HYSA 上标的年收益率，比如你放$10,000在一个年收益率为4.6%的 HYSA 账户里，不加额外存款的情况下，
一年大概能赚到460美元的利息。这些利息是按天复利每月发放，所以你账户里的余额越大，时间越久，就赚得越多。不过要注意一点 ，HYSA 的利率是浮动的，它是根据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来调整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是4.6%，明年就可能变成3%，后年可能又变成了5%，可能更高也可能更低。所以千万不要把 HYSA 当做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即便它是浮动的，它也比传统的银行的0.01%的利息强的太多太多了。那安全性方面呢？这点也不用担心，只要你选的是正规平台 ，HYSA 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受保护的。银行类的账户由 FDIC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保障，保额是每人每银行25万美元。如果你担心超额，比如 SoFi， 就可以把你的存款拆分到多家合作银行，保障额度最高可以高达200万美元。开账户前，你只要确认平台是不是受 FDIC 保护，就可以安心开户了。那有哪些 HYSA 平台值得推荐呢？我这里现在推荐2家，如果大家想看详细的 HYSA 对比，我以后会出一个专门的视频来推荐。首先 Capital One 的360 Performance Saving 年利率现在是在3.5%，没有最低的存款要求，也不用付月费，适合刚开始储蓄的新手。它的操作非常简单，而且界面友好，而且是大公司第一资本，能让你的心态很稳。就是这个利率它不算是行业内最拔尖的。另一个是 Brio Direct，Brio Direct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它是 Webster Bank 旗下专门运营这个高收益储蓄账户的线上平台。它提供更高的年利率，能到达4.3%，而且适合有一定存款的人群，它的起存金额为5000美元，两者都受到 FDIC 保障，安全性都没得说。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几个常见的坑，首先是钓鱼利率，比如有的平台只在你存的前5000的部分给你高利率，超过的5000的部分就给你降下来了，或者利率只保证前2-3个月，之后就大幅下降。还有的银行设有隐藏的条件，必须要每个月定期存款，或者必须存够几万块钱才能够拿到这个最高利率。更要命的是，一定要避免使用那些没有 FDIC 保障的平台。有些 FinTech 公司它是通过第三方来托管资金的，如果出事了，即便理论上你在这个第三方有保险但你的账户被冻结，你就没有办法取钱。所以一定要查清楚平台的底层机制。另外要注意的是，大部分 HYSA 每月都有6次的提款限制，如果你频繁取钱，可能会被收罚款，甚至降低你的利率。那有的人会问，我能开多个 HYSA 账户吗？答案是可以的，我甚至就建议你这么做你可以利用多个平台的这个开户奖励，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储蓄目标来分账户，比如一个账户专门存你的旅行备用金、旅行预算，另一个账户放你的紧急备用金。这样的话不仅方便管理，也更容易的帮助你控制消费。而且这些储蓄账户和信用无关，他们也不会影响你的信用分数。开 FYSA 之前，你可以先检查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这家银行有没有 FDIC 保险；第二，有没有月费或者最低余额要求；第三，它的利率是否在一定期限内是稳定的，比如调查下前几个月的数据；第四是生活方面的，是否支持移动 APP， 提款是否方便。那么你确认之后呢，就可以去开户了。总结一下，高收益储蓄账户是每个理财新手都应该了解也该尝试的这个理财工具。它虽然做不到让你一下子暴富，但它能保住你的钱不贬值，帮你轻松的积累一些小利息，慢慢的来滚雪球。如果你现在有闲钱想开始理财，又不确定从哪里开始，那高收益储蓄账户 HYSA 就是你第一步该尝试的选择。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这种实用的干货，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我是才喵在纽约，那我们下期再见。